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看了《延新记》，网友句句不提，句句都在点白鹿。如果我不是从何以笙消磨大学时候的何以琛一路追过来，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罗云熙。何以琛很好，润玉也很好，可罗云熙并没有把这种状态呈现到之后的作品里。其实长月烬明就有一些批判罗云熙状态的声音，只是长月烬明的宣发力度实在是太大，即便是罗云熙的一个镜头被网友辣评为螳螂，也没能影响什么。但是延新记的上线，罗云熙怕是曝光在网友面前了。烂俗老套，又是工业糖精，逃不脱的恋爱设定，唯一搞笑的就是男主脸盲，女主来例假时变身的设定，就这还是买了其他作品的设定。最为糟糕的就是35岁的罗云熙和34岁的宋轶，CP 感没有，倒像是小姐妹闺房谈心。为了上镜更好看，女演员的身材管理就需要到位，无论是戏外还是戏内，我相信没有人会怀疑宋轶的体重。但是就算是宋轶，在罗云熙面前也是被衬托的牛高马大，娇俏没有魁梧倒是溢出了屏幕。如果能有个形容词，我相信一根棍子是罗云熙一张脸最好的形容词，尤其是他靠在宋轶肩膀上的镜头，更是成了一个娇娇儿。据说罗云熙团队这几年也在认真的增肥，奈何效果几乎为零。润玉一脚还能跻身古装美男榜，可之后再出来几部像《长月烬明》《延新记》这样的作品，怕是离古装丑男不远了。大家都在劝女明星转型，像杨幂每次放出演古偶的消息，都会有一大堆网友争先恐后劝诫。相反，大家对于男演员的花期和宽容度更高。罗云熙一个35岁的演员，始终在古偶上蹦跶。就算是粉丝捂住了长月烬明关于罗云熙形体的评论，难道就能捂住事实？你有花期可以，但是行销鼓励的模样是给谁看？仅粉丝可见吗？就冲着延新记性缩力拉满， CP 感全无，这部作品基本上和扑街无异。提到此处，我忽然想起来，白鹿可真是够冤枉的。去年长月烬明上线时，那可是铺天盖地的宣传，结果都是诈骗式营销，其中网友辣评最多的就是白鹿身材魁梧，尤其是拍摄冬日雪景，一身貂绒大衣披风的白鹿，把罗云熙衬得娇小可人。甚至两人的吻戏，白鹿爬在上面时，被网友辣评像在吸食精气，当时的罗云熙怕是还不如一个女的像男人。然而这些评论很快就被淹没，直至延新记播出时，我才突然想起当时白鹿一个人抗下多少。你看，无论是白鹿还是宋轶，那都是瘦成了纸片人，但因为罗云熙的娇俏都无一例外的被拉出来挡墙，甚至去年的白鹿遭受的恶评远比今年的宋轶多。除了在播的延新记，罗云熙的另外一部大男主古装剧《水龙吟》也在筹备中，可能网友的声音无法盖住，所以只能借用繁琐华丽的妆造把罗云熙打造得更加壮实一些。然而高高的头冠，不知道增厚了多少的鞋底，一层又一层的衣服，就真的能给网友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吗？这几年罗云熙的每一部作品播出，一是回忆润玉，二是晚尊嘴硬说他是精瘦。骨瘦如柴干瘪瘪的罗云熙，状态估计是逆转不了。二，白鹿这身材好招摇，一袭吊带裙裹出凹凸感，又纯又欲，谁不喜欢？吊带裙造型是否有高级感，和裙型与身材的匹配度有关。比如需要遮肉显瘦的女性，穿贴身感强的吊带裙就不太妥当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利用配色以及细节装饰来改善身材，比如廓形立体修身的吊带裙，即使是普通女性也可以轻松驾驭。想展露出知性气质的话，
可以像白鹿这样选清新温柔的配色。需要减龄显嫩的女人，则需要尝试更新颖的配色方案。本期内容小目录：一、白鹿的穿搭分析；二、怎么搭配出一身优雅又风情的吊带裙造型呢？白鹿的穿搭分析。作为娱乐圈轻熟女的代表，白鹿驾驭起风情满满的吊带长裙也毫无压力。这次她选的长裙配色还很简约大方，可以避免产生风尘气息。白色因为自带打光板效果的关系，肤色黑黄的女人也能驾驭好。这款吊带裙的廓形也很经典，不过分贴身，但又强调了腰线，适合腰长腿短以及臀胯丰满的女人尝试。裙摆的长度直到地面，不但拉长了视觉身量，还散发出了满满的华丽优雅气息。怎么搭配出一身优雅又风情的吊带裙造型呢？技巧一：裙型优雅大方。在搭配吊带裙造型的时候，很多女人会因为选款不当酿就灾难效果。比如身材偏胖的女人，驾驭起紧身款裙装就十分违和。当然，太宽松的版型也不适合她们，不然身形会被衬得特别臃肿。白鹿这身裙子的廓形就要实穿很多，腰线明显不说，还带着华丽修身的长裙摆，可以避免造型产生轻浮感。露肤设计集中在肩颈部位，不仅提升了优雅气质，还能展露出熟女的风情感。我们在挑选吊带裙的时候，也要避雷过分华丽的款式，比如带夸张裙撑的吊带长裙，虽然有遮肉显瘦的能力，但是日常穿这样一款裙子出街，行动不方便不说，甚至会显得人更老气。技巧二：配色清新减龄。为了让吊带裙不显风尘气息，很多人都会选择基础纯色款，比如黑白色调的吊带裙，就是很多女性衣柜里的常备单品。其中黑色吊带裙的显瘦效果更强一些，适合身材微胖的女人尝试。白裙没有黑裙的摩登复古气质，但是视觉效果却更加清新减龄。和那些亮眼的少女色相比，白色没有妆嫩感，而且还不挑肤色。即便是肤色暗沉的女人，也能穿出优雅和知性气质。虽然白色有视觉膨胀感，但是白鹿选的裙子是露肩颈的款式，能衬的造型清爽又利落。除了露肤以外，我们还可以改造裙子的细节来遮掩赘肉，比如增加褶皱设计就是很便捷有效的方式。技巧三：细节显精致感。白鹿裙子上的褶皱主要分布在胸前部位，衬的裙子更有层次感不说，还降低了吊带裙走光的几率。在裙摆上再增加褶皱设计也很常见，而且这类裙摆看起来还特别有动感，时髦范儿。为了让纯色裙装更吸睛，我们还可以选择质感特别的面料，比如白鹿这款吊带裙就带着流光般的视觉效果，而且靠面料自身的光泽感来吸睛，比穿印花繁复的裙子更有简约高级感。看完了白鹿的裙装解析，我们可以发现女人在穿吊带裙时，如果想要兼顾优雅和性感气质，就得在挑选合身款型的同时，把握好露肤的尺度。比如长款吊带裙就比短裙要优雅大方许多，